普通人看 AI 看的是 ChatGPT 好不好用 ，Grok 的回答是不是很有趣？但是富人思維看 AI 看的是錢往哪裡流。今天我要告訴你一個殘酷的真相：當大部分散戶還在為哪個大模型更強而爭論不休的時候，真正聰明的錢已經悄悄離開了這些你熟悉的 AI 巨頭，流向一個你可能從沒注意過的領域。這不是危言聳聽，就在過去1年 ，ChatGPT 的市場份額暴跌了超過20%，而馬斯克和貝佐斯這些頂級富豪卻在瘋狂的要把數據中心搬到外太空去。這個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今天這條影片我會帶你用富人的視角看穿這場 AI 軍備競賽的終局。我會告訴你為什麼巨頭們要打太空戰，為什麼說比賣鏟子更賺錢的機會已經出現。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散戶，我們應該如何跟上這波聰明錢，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第一桶金。今天這條影片信息量會非常大，你一定要從頭看到尾，因為你錯過的任何一個細節都可能讓你錯過下一個財富翻倍的機會。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開始。好，我們先來看看目前 AI 戰場的格局。牌桌上主要有4個玩家 ：OpenAI 的 ChatGPT、Google 的 Gemini、Meta 的 Manus 和馬斯克 xAI 的 Grok。很多人可能直覺上認為 OpenAI 的 ChatGPT 還是老大，畢竟是他開啟了這個時代。但是如果我們看最新的數據，情況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根據權威数据機構 SimilarWeb 在2026年1月發布的報告， ChatGPT 的市場份額已經從1年前的86%大幅下滑到了64.5%。這個超過20個百分點的市場份額是生成式 AI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轉移。那這些流失的用戶都去哪了呢？答案是 Google Gemini。Gemini 的市场份額在同一時間內從 5.7% 飆升到了 21.5%， 增長了近4倍。這個是所有主流平台裡增長最快的。這組數據告訴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OpenAI 一家獨大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了。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有幾個關鍵原因。第一，生態圈的降維打擊。Google 的生態實在是太龐大了，它把 Gemini 整合到了搜索、Android 手機、Gmail、Google Docs 等等你每天都在用的服務裡。根據最新的數据， Gemini 的月活用戶已經達到了 7.5 億，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字。相比之下， ChatGPT 雖然強大，但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應用，在用戶觸及上天生就處於劣勢。第二，技術上的快速追趕。 Gemini 3 Pro 在很多專業評測中，尤其是在編碼、數學和邏輯推理這些需要硬實力的領域，表現已經超越了 ChatGPT。很多開發者和專業人士已經開始從 ChatGPT 轉向 Gemini， 而且 Gemini 有一個殺手鐧，就是它支持高達數百萬的 token 上下文。這個意味着它可以一次性處理整本書或者幾十個小時的影片內容，這是目前其他模型還做不到的。當然 Gemini 也不是沒有缺點，很多用戶抱怨它的穩定性不好，有時候會突然失憶，忘記之前的對話，而且它的回答有時候過於字面化，沒有 ChatGPT 那種創造性的聯想能力。那我們再來看 OpenAI 的 ChatGPT， 它現在的定位像是一個通用型的優等生，它知識淵博，回答問题條理清晰，非常可靠。對於大多數日常查詢和寫作任務來說，它都能做到。但它的問題是太安全、太正確了。很多早期用戶抱怨，新版的 ChatGPT 失去了過去的火花，變得像一個小心翼翼的企業公關，不敢犯錯，也因此少了很多驚喜。接下來是馬斯克的 Grok。Grok 的用戶群體雖然不大，但是非常忠實。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個性。Grok 的回答風趣幽默，甚至會講冷笑話，用詞也很大膽，給人感覺不像在跟一個機器人對話，更像在跟一個有趣的真人朋友聊天。它還有一個獨門絕技，就是能實時從 X 平台獲取最新資訊。這個對於需要追蹤時事熱點的記者或者分析師來說非常有用。但是 Grok 的弱點也很明顯，就是不靠譜。它在一些基本的邏輯和編碼問題上還會犯一些低級錯誤，所以你可以跟它天馬行空的聊天，但是如果真要處理嚴肅的工作，你可能還不太敢完全相信它。最後是 Meta。Meta 之前有一個開源模型叫 Llama， 主要是給開發者和企業用的，普通消費者其實很難直接接觸到。Meta 很清楚，光靠開源是追不上 ChatGPT 和 Gemini 的，所以 Meta 就花了超過20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叫 Manus AI 代理公司。這個 Manus 是什麼來頭？它是一家專門做 AI 代理的公司，簡單來說就是能幫你自動完成各種任務的 AI 助手。比如你跟他說幫我訂一張下周去東京的機票，他就能自己去搜索、比價、下單，全程不用你動手。這種能力是目前 ChatGPT 和 Gemini 都還做不到的。
所以 Meta 收購 Manners 意圖非常明顯，它要從賣基礎設施轉向直接面對消費者，用 AI 代理這張牌來追趕甚至彎道超車。這一步棋非常關鍵，我們後面還會講到。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場戰爭就是這4家巨頭之間的遊戲，跟我們普通人關係不大。其實這場神仙打架意外地催生了一個巨大的基礎設施瓶頸，而這個瓶頸正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萬億美元機會的起點。大家知道訓練和運行這些大語言模型需要什麼嗎？需要海量的計算能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算力，而算力的背後是數據中心。根據 JLL 和 Moody's 的預測，到2030年，全球在數据中心上的投資將達到驚人的3萬億美元。Gartner 也預測，只是2026年這一年，全球在 AI 上的支出就將達到2.5萬億美元。這些數字可能讓你感到麻木，我換個方式跟你說，現在建造一個大型的 AI 數據中心，成本動輒就是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而這些數據中心都是電老虎，他們消耗的電力已經開始對整個國家的電網構成嚴峻的挑戰。就在去年底，美國最大的電網運營商 PJM 發出警告，說 AI 數據中心的需求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這個直接導致了什麼後果？2025年12月，美國消費者的電費10年上漲了42%。AI 的電力需求已經成為比芯片更嚴重的瓶頸。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科技巨頭們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太空。2026年1月30日，馬斯克的 SpaceX 向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提交申請，計劃發射100萬顆衛星，在近地軌道上建立一個龐大的軌道數據中心。這個計劃有多瘋狂？這些衛星數據中心會通過高帶寬的光學鏈路和地面的星鏈網絡連接，它們的電力超過99%的時間都來自太陽能，幾乎是免費的。它們的冷卻也利用了太空的真空低溫環境，同樣是免費的。SpaceX 就說，這個是滿足 AI 計算需求加速增長的最有效方式。在前幾天 ，SpaceX 宣布會全資收購馬斯克自己的另一家公司 xAI。這意味着什麼？馬斯克正在打造一個從火箭發射、衛星網絡、AI 模型到數據中心完全垂直整合的天地一體化的 AI 帝國。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超級巨無霸，估值高達1.25萬億美元，成為了史上最貴的獨角獸。這個我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當然，盯上太空這塊肥肉的不止馬斯克一個，亞馬遜的創始人貝佐斯，他的藍色起源公司也在開發支持超高帶寬的衛星系統。Google 也和衛星公司 Planet 合作，搞了一個叫 Project Suncatcher 的項目，要把他們的 TPU 芯片送到太空去。Google 甚至預測，如果 SpaceX 的新建能夠實現完全可重複使用，那麼到2035年，太空數據中心的成本將有望與地面設施持平。這場從地球打到太空的戰爭，讓我們想起了另一個傳奇人物孫正義。軟銀的孫正義在經歷了 WeWork 的滑鐵盧之後，一度沉寂，但是隨着 ARM 的成功上市，他又帶着1000億美金重回牌桌。他這次的策略非常明確，就是賣鏟子。他不再去賭哪一個 AI 應用會成功，而是去投資 AI 時代最基礎的設施。他正在洽談向 OpenAI 追加300億美元的投資，甚至計劃聯合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發起一個高達5000億美元的 AI 基礎設施項目 Stargate。他相信，在 AI 淘金熱中，賣鏟子賣牛仔褲的人才是最穩賺不賠的。從巨頭們瘋狂的軍備競賽，到太空數據中心的宏大構想，再到孫正義的豪賭，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事實： AI 的基礎設施戰爭已經打到了極致。這場遊戲的門票已經是1000億美元起步，作為散戶，我們根本沒有參與的資格。那麼我們的機會到底在哪裡？好，接下來就是今天影片最核心的部分。我希望你集中120%的注意力，因為這會直接關係到你的錢包。當所有人都被巨頭們的宏大敘事所吸引的時候，真正聰明的錢已經悄悄流向了另一個賽道。這個賽道就是垂直應用。什麼是垂直應用？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解釋，像 ChatGPT、Gemini 這樣的大語言模型，就好比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知識淵博，什麼都懂一點，你可以問他任何問題。但是你讓他去給病人做一台心臟手術，或者去法庭上打一場複雜的官司，他能做到嗎？顯然不能，因為他缺乏在特定領域的深入的專業的知識和訓練。而垂直 AI 就是那個訓練有素的心臟外科醫生或者專利律師，他專注於某一個特定的私人的領域，比如醫療、金融、法律、製造業等等。他用這個領域內部的高質量的乾淨的數據進行訓練，從而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就是記憶。
你可能會想，大語言模型不是什麼都能記住嗎？它能訪問整個互聯網的資料，沒錯，但是這種記憶是廣泛的、非結構化的，而且是短期的。就像你問 ChatGPT 一個問題，它能給你答案，但是你過一會再開一個新的對話問它，它可能就不記得了，因為它的記憶是基於每一次的對話，而不是一個持久化的私有的知識庫。垂直 AI 完全不同，它需要處理的是大量私有的、敏感的、不能公開的數據，比如一家醫療 AI 公司，它需要處理的是成千上萬份病人的電子病歷、醫療影像、基因數據，這些數據是這家公司的核心資產，絕對不可能開源，也不可能上傳到公共的大語言模型去訓練。所以這些公司需要什麼？他們需要大量的記憶體，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RAM 來儲存和處理這些私有數據。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看到最近記憶體的價格會這麼瘋狂上漲。根據市場數據，從2024年底到2025年底， DDR5 記憶體的現貨價格從 4.6 美元漲到了28美元，漲幅超過 500%。 DDR4 的漲幅甚至高達約 1800%。 摩根士丹利預測到2026年，單只是 AI 推理就會消耗掉全球 35% 的 DRAM 和 92% 的 NAND Flash 供應，這就是產能排擠效應。AI 的需求正在瘋狂擠壓消費電子的產能，所以你看整個邏輯鏈條非常清晰。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比賣產值更關鍵的是垂直應用，因為產值比如 GPU 的戰爭是巨頭的遊戲，而垂直應用是無數中小型公司可以參與的，是一個遍地開花的市場。在這個市場裡，誰擁有高質量的、乾淨的、獨家的數據，誰就能訓練出最強大的垂直 AI 模型，建立起無法被逾越的護城河。Google 早在2014年就花了5億美元收購了 DeepMind， 這家公司專門結合機器學習和神經科學，後來又花21億美元收購了 Fitbit， 獲得了數千萬用戶的健康數據。就在2024年 ，Google 的研究人員和哈佛大学的神經科學家合作，發布了人類大腦的突破性研究成果。這些數據是乾淨的，是經過專業標注的，用這些數據訓練出來的 AI 模型在醫療診斷上的準確率遠遠超過用互聯網上雜亂無章的圖片訓練出來的通用模型。這就是數據的價值。在 AI 時代，數據就是新的石油，而那些能夠幫助各行各業訓練出這種特定領域 AI 代理的公司，將會成為未來的獨角獸。在這裡就藏着巨大的投資機會。比如市場上有一家叫做 Tempus AI 的公司，它就是一家專注於醫療領域的垂直 AI 公司。它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的臨床和分子數據，來幫助醫生為癌症患者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方案。這家公司的總合約價值已經超過了11億美元，被認為是醫療 AI 領域的領先者。這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當然，我不是在推薦 TEM 這家公司，只是作為一個學習的例子。其他領域都有不同的公司在深耕，所以作為散戶，我們的思路需要轉變。不要再去追逐那些已經被炒上天的遙不可及的巨頭，我們應該把目光投向那些正在利用 AI 技術在某個細分領域深耕，解決實際問題，並且擁有獨家數據護城河的公司。而我們在2年前的影片也跟大家講過，像淘金熱去挖金礦的人可能九死一生，但那些在金礦旁邊開餐廳賣水提供住宿的人卻能穩穩地賺到錢。在 AI 時代，這些垂直應用公司就是那些在金礦旁邊提供高附加值服務的人。講到這裡，我相信你已經對整個 AI 的戰局有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從4大巨頭的牌局，到太空的能源戰爭，再到垂直應用的黃金機會，是一浪跟着一浪的。我知道聽完這些，你可能會感到興奮，但同時也會感到焦慮。興奮的是你看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焦慮的是你不知道具體應該怎麼做，從哪裡下手。我們都知道市場不會永遠漲， AI 股票今天能漲到天上，明天也可能回調 30%。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銀勢技術的核心理念是漲跌都贏。不管市場漲還是跌，我們都有應對的策略。漲的時候我們知道怎麼跟，跌的時候我們知道怎麼應對。我知道對於很多剛剛接觸投資的朋友來說，要獨立完成分析判斷時機，可能還是會感到困難。你可能沒有時間去研究財報，也沒有精力去盯盤。所以為了幫助更多真正有心想要學習、想要改變自己財務狀況的朋友，我們銀勢技術公益課就是為你們設計的。我把我過去10幾年的投資經驗總結出來的這套漲跌都贏的交易系統，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我會用最簡單易懂的方式教你如何識別強勢股，如何判斷買賣點，如何設置止損，怎麼風險管理。如果你對這個公益課感興趣，想要學習這套能夠讓你漲跌都贏的銀勢技術，抓住 AI 時代的財富機會，你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希望今天的內容能夠給你帶來一些新的啟發和思考。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影片再見。